還記得上一次我們的日本三重縣之旅嗎？我們走訪了日本人一生必訪的伊勢神宮，還有超級療癒的鳥語水族館。這一次我們再次踏上三重之旅，要去 F1 鈴鹿賽車場感受速度的魅力，體驗伊賀忍者的神秘力量，看看三重縣還有哪一些令人驚喜的玩法吧。Go！芊芊啊，愛記起讚購、起訂閱、起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說的芊芊，我現在呢人在日本。我這一次呢要來帶大家去日本的三重。大家一定会想说，你之前不是拍過影片的嗎？我跟你說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拍過影片，然後非常多的觀眾看完之後，就跟着我的行程去了很多間店，尤其是像海女小屋啊，還有鳥語水族館。所以我們今天又要帶大家來去日本三重。這一次呢也選了非常多適合大人跟小孩的行程。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們會去哪裡的話，就繼續看下去吧。我們從名古屋車站出發，到達御在所山。這也是三重縣很有名的纜車景點，全長有2000多公尺，還可以看到鈴鹿山脈與伊勢灣的全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怕高的人又來，我們不要往下看就好，往上，往上。是很美的。我們現在呢在御在所山，它是三重縣非常知名的爬山的景點。它這邊呢，春天可以賞花，然後夏天可以避暑，秋天其實今天應該是可以賞楓葉的。但因為我們時間規劃的有點早，所以還沒整個轉紅。它轉紅的時候超級漂亮，然後它的冬天呢還可以滑雪，有樹冰，超美。雖然說身為一個漁女，就是出門的時候，但沒有關係，因為天氣雖然不太好，可是你有看到後面的那個山嵐嗎？就是很符合我這今天的那種白雪公主的感覺。然後我們現在上來之後呢，等一下可以在展望台吃飯，然後看一下外面的風景。御在所名物。刚看完御在所山之後呢，我們現在在他們的最高的展望台的餐廳，而且這邊也是三重縣最高的餐廳。我點了他們的名物咖喱烏龍麵，坐在這裡，然後山嵐的景色，然後跟着那個纜車的那個景色，其實拍照起來還是很漂亮。好期待秋天整個全部都轉紅的樣子會變怎樣哦！哎，可惜，你看這個烏龍麵有多水，很濃稠，一夾起來香料感其實還蠻重的。而且我最滿意的就是它的烏龍麵上面還有一塊空吧，但吃這個哦有點，大家要小心，白色衣服。不是 Q 的那一種，是比較偏軟的那一種。但它的咖喱的味道很香。這個有台灣空吧的味道。哇，現在看纜車好恐怖，好高。不是那種校花吃飯，然後就這樣忍不住這樣撥頭髮。吃完御在所山的咖喱烏龍麵，我們來到 F1 國際賽車比賽的場地，現場可以看到賽車選手標速練習，還有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遊樂園，博物館也可以參觀哦。大家好，我現在正在鈴鹿賽車場。我跟大家說，這邊呢是日本非常知名的國際賽事的跑道，而且因為它剛好這一周有比賽，所以呢，它現在就很多組都在準備，然後外面也整圈都圍起來，超帥！而且現在賽道上面正有人在練跑，然後他說每天都是不太一樣的那個車型，然後今天是普通的車上去練跑，超酷！大家來的時候不要以為只有看，它裡面呢其實有非常多的遊樂設施，是大人跟小孩都可以玩的。我跟你說，這男生絕對會瘋掉。它這邊呢，除了車子的那個遊樂設施之外，還有摩托車的遊樂設施。但我剛剛看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有點淡薄看不，就因為我等一下會不會上去呢？如果我沒有上去呢，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人會在上面。
我真是沒用。我們現在走進來，這是他的摩托車的地方，派出了銀針，加油！可以哦，應該會收到一些音。你會不會默默罵髒話？好，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我刚刚有確認過，這個是可以坐上去的，跟這個真的超級適合拍照，因為你就可以這樣子，哇，天哪，兜風！然後你平常在搭車的時候呢，就會很浪漫，然後你這樣環抱住它，加油加油，往前跑，然後再遮住它的眼睛。以上就是我為各位介紹的網美照，這是網美照的感覺嗎？它會自己前進哦。加油，奶奶！很恐怖。Winner? Yes. 好恐怖！我是侠盗獵車手，很恐怖哎，我的眼淚都出來。嗨，我搭完這個賽車，我覺得大家來可以試試看哎，而且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。它會自己開始旋轉，左轉啊，你那不要打方向盤，沒有它給你另外的反作力，所以呢，我會轉一圈跟我沒有關係。我跟你說，其實一點都不恐怖，沒有什麼。閉嘴！我一點都不恐怖。嘿，哇，這邊，哇，太帥了吧這個！而且它裡面還有用那個賽車的聲音，讓你感受那個速度感。這個平常你要看到，只能在電視上看到。哇！哇，這裡全部都是哎，這一艘好帥啊！它很像太空艙，這一台很像《天空之城》裡面會出現的那個會搭的那個，然後會飛起來的那個船。開完賽車，現在來開船了。哦，啊！完了咯，才剛開始就出代誌咯。出發，往上握把，嘿。可以可以，哎呦，冒險出發咯 ！Go go！ 我跟你說，它這個啊，其實沒有很好控制哎。因為它稍微一轉，它就會轉彎了。我的船快沒電了呢。我要過了。怎樣子？すみません，什麼？什麼啊 ？We are，噔噔噔 ，One Piece。可是我們的船要沒電了呢。耶！看到我剛剛的音質，我剛剛開船哦，你影片幫我加2倍速，它就是會過這個閘門口，然後如果你叫越大聲，它的速度就會越快，所以這個就是不適合我的。像我剛剛當船長就是適合我的遊戲，推薦。嗨，怎麼這麼慢？加3分，加3分。
牛力、馬力，哇！哦！嗨！哦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有没有看到？哎。这邊是可以移動上上下下的，然後我要採滿3個蜜，這樣我的任務就會成功了。1, 2, 3. Be happy！ 耶！哦，哦，等一下，我不敢。杰力，给你控制，给你控制。我控制了。为什么没办法往上啊？耶！耶！就這樣而已啊。沒事吧？我覺得這個，等一下你往上游哦，3個了嗎？表情管理，好好笑。Be happy！ 耶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蜜都採到，我們真的是 Be happy 哦。我們剛剛完成了我們的採蜜大作戰，我怕大家沒有看到我在上面正面是怎麼樣，所以我特別買了一個紀念品。然後你看尹正看起來在旁邊多震驚，還看着外面的風景，怎麼有辦法看？很恐怖哎！我非常無敵推薦大家一定要來林路賽車場，因為這邊呢現場除了 F1 賽車，然後還有遊樂設施，而且它還會有一些益智的小活動，像是我們剛剛做蜂蜜採花蜜嘛，然後開船的時候它會有一些通關，你通關的話，它就會給你這種小卡，就代表說你有通過成功，我覺得很有趣。而且他們有一些區塊呢，就是一個區塊，然後有3個遊戲，如果你今天是各種不同年齡的小孩子來玩，它那個區塊呢還有全年齡可以玩的，這邊很棒，推推。玩了一整天樂園之後，今晚要入住的酒店是 Nipponia Hotel 一賀上野城下町。這邊是由城下町的町家改造而成，是當時日本傳統木造民居的風貌。因為這間飯店它就10間客房，然後它是真的有形文化遺產。然後這邊很酷的是，你來之後 check in 之後，它的10間客房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角度，所以你吃完之後，它就會派車送你到你住的地方。然後我今天住的那一間呢，它的前身是賣醬油的。我剛剛請他們幫我推薦一支清酒，然後呢甜一點的，聞起來有點花香。他說喝起來會有點香蕉的感覺。未成年請勿飲酒，我們都成年了，剛成年。這是綠茶，然後裡面加 cheese。咬下去第一下，我的肚子就很跟我叫了。來哦，我們的前菜全部都是一賀產的蔬菜。我喜歡吃麵包。哇，黑蒜醬哎，台灣也有出哦，刺桐。看起來很多汁哎。就是已经有鲜味感。接下来這個呢是只有在一賀才吃得到的一賀牛，可能因為是忍者去射那個牛。油脂香很棒。它味噌醬一入口的瞬間，其實有點像豆腐乳哎，很晃哎。它的奶酪有點慕斯感哎，就你舌頭壓去的時候會有空氣感，有一點神奇。最後一個甜點，然後 cheesecake 巧克力跟忍者，不會是一賀有寧醬也是很合理的。我的忍者不見了。這邊就是我今天住的，打開給大家看一下。然後因為它是老宅，然後直接就是維持它原本的狀態，所以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大家如果比175還要高的，要注意你的頭。走進來先是很漂亮的客廳，外面還有窗景可以看。這裡在虧嗎？這寫不要在虧。等一下哦，大家。
我們現在有一點技術性的困難。這邊整個打開，坐在那上面，然後看着外面的風景，或是看着上面的星星，因為這邊空氣品質很好，上面的星星應該都可以看得到。這邊是衣櫃耶，你看。然後這邊還有暖氣，然後它還附了一個室內的衣給你。然後再來的話，這邊就是它的化妝鏡，然後食物跟水，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。黃豆粉跟紅豆泥，麻糬。右邊這邊是廁所哦。這邊呢，廁所這裡有一個琉璃台的燈，哇，很漂亮，而且它進來的時候木質的味道超級香。然後這邊有一個沐浴的，我最喜歡的東西來了，坐洗。我能拜托全世界大家試試看坐着洗澡，真的超級舒服的。然後過來之後，哇，泡澡的地方是這個木頭的 ，take a shower， 然後就可以看外面的風景。你該的。等一下，它这有严重嗎？你有聽到那個聲音嗎？你看它這個，因為它這個是很久以前的那種延續下來，所以它牆壁還有一點那種歷史的感覺。哇，真的是真的木頭哎。嘿，然後床的話躺起来還蠻舒服的。2樓才有馬桶，然後1樓是洗澡的地方。以上呢就是我今天住的房間，我今天就會在這裡睡覺。早安，给大家看一下飯店白天的樣子。我要大推一下他們的洗髮精跟沐浴乳，這個牌子。雖然我今天綁起來，可它今天我在綁頭髮的時候，它其實非常的順跟蓬鬆。然後跟白天的庭院。我们现在呢要来去體驗忍者，因為講到伊賀，你怎麼可以沒有提到忍者？但是我有點好奇，大家想到忍者是想到忍者潤太郎還是忍者哈特利？我其實為了今天要來伊賀，有稍微練了一下忍者哈特利的歌，但是我現在忘記前奏了。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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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不到他的。體驗忍者的地方真的很忍者。我覺得我現在有感受到我自己武功高強的部分，明明就還沒開始。寧，哦哦哦，就，はい。拜拜。はい。かっこいい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紅色、赤い。Oh my。哇。哦。はい、どこ ？Where are you？ 哎呀，哦。哦。木が3本つけてある。あお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写真。かっこいい。はいはい。あ、家。はい。ライトハンド。はい。啊，忍者，我拜托大家一定要來體驗一下。我發現忍者的房子有點高度的限制，因為我如果這樣子，我的頭會直接削掉一半。我覺得很有趣，大家有興趣來可以看。而且這個很帥耶，對吧？有一種視覺系的感覺。我教大家忍者手勢，先比個耶，夾起來之後呢，這樣子，然後手這樣穿過去。你，我們現在要來學手裡劍。經過很多摧殘，
忍者的便當盒哎，这個我可能要帶很多盒哎，這個記憶術不行哎，我這種阿達瑪孔古力的，我整隻手都刻滿東西哎。寧寧，我剛剛其實有問他們說，因為卡通不是忍者都會這樣跑嗎？他們說哎，他們覺得很誇張。忍者要飲控哎，因為他們的食物很重要哎，都只能吃一些蛋白質啊、蔬菜，不然他們那個轉圈會轉不起來。就像我剛才卡住，為什麼香味也不行？哦，身上不能有味道，不然會被聞到。那我的頭髮。我们现在呢，到了伊勢神宮，很久沒來伊勢神宮了。到這邊的第一件事是要先點頭，然後再走進去，因為我們即將進入這邊，前面是神界。然後我們上次來的時候，大家還記得嗎？就是在裡面走一走之後呢，外院其實有非常多東西可以吃。這是第2次來伊勢神宮，還是覺得哇，有一種莊嚴跟寧靜的感覺。參拜完日本地位最崇高的伊勢神宮，我們現在到達周邊玉英橫頂，這裡是可以買很多名產跟伴手禮的地方，還有很多小攤販跟美食，超推。我們現在呢來到豚舍，我們上一次來伊勢神宮的時候有來吃豚舍，然後那時候呢我們點的是壽喜燒，這次來吃牛丼很受歡迎的豚舍這一間呢，其實我跟你講，外面排隊人超級多，它主要是可樂餅外帶，是最多遊客買的。它給的肥肉超多，是我喜歡的類型。很香哎，因為它是有點帶鹹甜口味的，加一點刺味粉。它的那個牛肉啊是煮到有點口感的，可它吃起來不會輪番，因為咬了很香的感覺。大家來不要忘記一定要去買它的可樂餅，因為你這樣子才會有在伊勢神宮打卡的感覺。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洛松屋，我會想要去吃這一間，是因為我那時候在查那個茶杯洛格的時候，發現評分數還蠻高，就好像3.4吧。所以呢，我們就先速速的來去吃看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！這間洛松屋它是明治38年就開了，用新鮮魚漿做成的。我點了一個 cheese 跟一個 taco 棒。上面有放海苔，鮮味很夠，好吃哎！魚漿會摻雜起司的味道，然後跟海苔那種鮮味，很好吃。接下來這個是 taco 棒，我跟你講，超多日本人點的。哇，坐着然後風吹那個鈴一直這樣甩，很浪漫哎！因為最近是有馬自里的關係，馬自里，馬自里，但我比較喜歡 cheese 的，因為 cheese 的那個味道鹹香味更夠。taco 啊，裡面還有 taco 本人。如果你沒有咬到 taco 的話，其實會比較偏向就是純魚漿的味道。要記得哦，這邊是不能邊走邊吃，所以大家要吃完再移動。所以我們在坐着，然後吃完之後，我們要前往我們下一間。我們又來吃這間團子，為什麼？因為上一次吃的時候呢，我就對它軟軟的印象深刻，因為我很怕過 Q 的東西。這個是三色團子，之前沒有點過的。我跟你說，你如果本身跟我一樣喜歡吃白米飯的，你一定會喜歡它，因為那個米甜甜香香的，很好吃哎。啊，第二顆比較沒味道，它每一顆味道不太一樣。這是黑蜜的團子。9滴。我跟大家說，醬油團子跟三色團子一定要點，然後三色團子的第一顆一定要自己吃掉，然後後面幾顆給別人。讚。這個超好吃，
那我買一個5包，耶！這個超好吃，大家來的時候一定要記得買啊！我自己吃4包，1包送人。跟大家說，日本人最会做什麼東西？伴手禮。所以呢，我們現在來伴手禮店來逛一下。我要選這個給大家抽獎，因為呢，你看這個是最終，有沒有看到？日本的紅豆泥的內餡超級好吃的。大家下面留言，看完這一支影片之後，你最想要去三重縣的哪一個地方，或是最想要吃哪一個東西，然後就抽出這個送給大家。剛選完的那個最終，來跟大家選一盒。選咖啡，你知道為什麼要選咖啡嗎？它這裡有意式的，然後也有自磨的。每天早上喝不同的咖啡，就會有一種哎呦，在不同地方的感覺。買完名產之後，我們現在到了橫山展望台，這邊是位於三重縣志摩市，可以看到被稱為志摩最美的風景，是避房的代表性景點哦。我覺得非常的幸運，上次來的時候天氣很好，這一次來天氣也很好，有一種哇。很寧靜的感覺，但我覺得有點好笑，因為我翻了一下我上次的照片跟這次的照片，我每一次拍照的動作都差不多，但是我上次穿的很華麗，我今天穿的很18。我這裡也很漂亮，這很像是一顆一顆團子、湯圓之類的。被海灣景色療癒的我們，現在到了淨流莊，館內以在地食材跟會席料理聞名，非常適合想遠離人群、享受自然跟溫泉的旅客。我現在有點興奮，因為看起來很讚耶。幸福。这裡的魚肉好好吃哦，糟糕。想丟饭下去。各位介紹就是我的飯店，這邊是廁所跟化妝台，然後走進門呢，左邊有2個櫃子，哦呦哦呦哦呦，哎呀，這裡也有浴衣啦，臥榻區，然後跟2張床。大家有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嗎？對，沒有錯，它沒有浴室，它是一個大眾澡堂。我們現在吃完晚餐，我趕快去洗澡了，明天7點要起床。Go。早安，剛吃完早餐了。我們現在在道之驛的七里玉冰，這邊是有沒有看到藍藍的熊野灘？對面是賣在地特產的休息站，地方特色的水果之外呢，還有果汁工廠可以看，然後也可以在這裡喝到非常多不同種類的蜜柑。我們就來試一下味道究竟是什麼樣吧。我跟你講，身為台灣的蘋果達人，我們就來試一下，我可不可以變成這邊的蜜柑達人？給大家看一下，裡面平常都是炸蜜柑，然後今天剛好是炸柚子。柚子，我跟大家說，因為它柚子的外表跟台灣的香橙比較接近一點點，然後我們平常常見的柚子胡椒、柚子口味的餅乾跟柚子酒，全部都是用這個類型的柚子下去做的。然後這邊呢，果汁工廠還有一個很酷的地方是，你可以在這裡選3種不同品種的三重縣在地的橘子，可以試飲看看不同口味，這樣子只要500塊。而且他還有跟你說，它有比較甜的、比較酸的、比較苦的。然後剛有問啊，他們最受歡迎的是甜度比較高的，像這個不知火，然後還有這個亞咪，對這個啊塞咪，我想一下我要試什麼，最酸的試一下不知火，我選一個這個好了，甘夏。我們剛好不同種類的都試試看，就一個比較酸的，一個比較適中最受歡迎的，一個是有帶點苦味的。先從甘夏好了，因為甘夏是帶有一點點苦味的。嘿，甘夏，哇，它很像濃縮的那種橘子的醬哎，它尾韻的苦味其實還蠻明顯的，然後前面入口的酸感也蠻明顯的。再來，我們來不知火，它是甜度比較高、比較受歡迎的。它
它雖然說上面的那個甜度的點點比較多，可是它還是帶有一點酸感。其實我覺得這個蠻好喝的耶。不愧是不知火，就跟我喜歡不知火舞一樣。這個我也是覺得不錯。這個叫木蕨梅，感覺是你吃了之後，你眼睛會直接被苦到睜開。我們來試試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等一下，它的那個一入口，你本來會覺得，還好吧，它那個酸會直接把你整個嘴巴裡面收起來耶。我跟你講，它就是讓你覺得你人生一路平坦的時候，它給你一個衝擊。來到三重縣七里玉濱歷史海灘超壯觀，這個區塊是日本這種沙礫海岸最長的，我很喜歡這種踩石頭的聲音，覺得很可愛。逛完道之驛 Park 之後呢，我們現在緊接着就要來吃午餐了。有沒有覺得我早餐才剛吃完？這一間呢是專門賣當地海鮮，然後跟熊眼牛為主的。我選的這個就是全海鮮，擺盤看起來非常的華麗。鮪魚很好吃。哇，炸蟹，明天結束去。我们现在吃完中餐之後，來到鬼之城。雖然它名字裡面有個城，但它是因為海岸線，然後被海浪腐蝕之後形成的一個地方。我們來走看看它附近到底有什麼好逛。有一點點恐怖，難怪它叫鬼之城。給大家看一下這個。其實我覺得它真的有一種鬼城的感覺，因為其實地上的紋路啊，沖刷出來的感覺，很像是那種18層地獄什麼之類會出現的那種紋路，很酷哎。在鬼之城逛逛走走的我們，晚上入住 Vison 度假村，融合自然美食跟文化，完全可以在裡面放空一整天。在錄影啊，すみません。很好吃哎，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很好吃哎，柿子，蓮台市市。這裡是他們的賣水果蔬食的地方，然後這邊全部都是三重縣在地產的，而且他們這些農業啊是有經過米其林的主廚的監製，所以蔬菜看起來都很漂亮，水果看起來也很漂亮。試吃了幾個也都超級甜，忍不住有點想買耶，糟糕。在博物館推薦大家來看，因為好多各個國家神奇的瓷器，然後串槍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。你看這磨那個蒜泥的，哎，這個懲罰遊戲，然後這是削蘋果，哇！這裡有昆布、味噌、味淋、醬油的那個店可以逛。哦，你看它的包裝超可愛的，你知道日本人細節在哪嗎？它是筷子。然後是不是很像藝術品，很漂亮？然後它下面這裡有做粗糙的，所以你在夾東西的時候，它就不會咻滑掉。你以為來到度假村不會買東西嗎？怎麼可能？身為一個廚藝很好的人，看我買的東西就知道了，全部都跟下廚有關。而且我覺得它這裡最棒的地方是，通常度假村他們就是其他品牌入駐嘛，但是它這裡會有只有這個度假村才會有的期間限定的東西。哎，我喜歡的酒鬼，沒想到是三重縣的，哎，這個超好吃的，它的辣油啊、胡麻，它各種醬都超好吃。可是這包裝怎麼那麼可愛？
你不要這樣想騙女生哦。这种度假村就是要買一大堆零食。這裡有很多就是在外面要排隊的那種餐廳、咖啡廳、巧克力等等的，所以大家如果不想在外面排隊，然後度假村這邊就是你可以很 chill 在這裡，整天都在這裡逛。帶大家看一下 Vison 的飯店，右手邊就是廁所，當然就是日本一定要是免治馬桶，站式的，然后牌子。然后走进來2張床，右手邊這邊有一個鐵架，因為這邊可以泡溫泉，所以它這有那個溫泉的衣服。然後下面還有放書，這真的是我絕對袂怕虧。這間飯店呢是日本現在非常大型的一個度假村。我跟你講，它真的非常的誇張，因為我看到有人介紹說它的占地有20個東京巨蛋這麼大。如果大家來玩的話，一整天在這裡逛應該是逛不完。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吃晚餐吧 ，Go！現在晚餐呢，它這裡有蠻多店可以選擇，然後我們選了4代目菊川，冬天就是要吃石魚。旁邊的很像那個一群姐妹認識很久的長輩，然後一起出遊那種姐妹聚會，蠻好的。肝很好吃哎，很鮮。白燒，先吃原味的。然後它是油脂感比較重的那種，鳗魚一直上。它的甜点還蠻可愛的耶，最重，然後上面有點像蜂蜜蛋糕的，然後中間是紅豆。利安的早餐。因為基本上這一間飯店它是1博20，然後所以你可以選擇你要吃什么。所以我們這次鰻魚飯，今天是吃利安這一家，主要是用三重縣在地的食材做的，所以你在這邊可以吃到整個三重的美食。鯛魚給它下去。我很少在早上吃茶包飯，意外的很舒服哎。小時候白飯標準會被罵，茶包飯沒關係。在日本漫畫裡面會看到的便當，它不是有一個長方形盒子，然後就只有放1顆梅子，你不吃嗎？我這到哪來土匪別人的食物？我們秉持一個不浪費食物的原則，好不好？但那种味道没有都很重哎，我突破了耶！但這個味道比較淡一點，我覺得這應該蠻多台灣人初次的納豆體驗可以試它。看我這打扮就知道，我現在又來到海女小屋了。我跟大家說，來三重伊勢之母一定要來海女小屋，它絕對是我前幾名推薦大家一定要來的。然後這現在是我第2次來，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我們的海女們現在有沒有跟去年有一點不一樣呢 ？Go！ 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これで OK です。はい、これ美味しいよ。美味し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！我們又來到我們的海女小屋了，我真的太喜歡這個地方。我每次來都會感受到 Leiko 長滿滿的活力。他現在是94歲，然後每一年看到他，也不是每一年，連續2年看到他，精神都非常的 genki。然後給大家看一下，每次來都會覺得很開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
吸一下這龍蝦頭，新鮮的就可以漱一下，Supernova。我看到了海女們她們現在深潛的樣子。穿白色衣服的魔咒就是一定會弄髒。螺听海哭的聲音，因為螺會有聲音啊，你聽到了嗎？這個一定要順着它的時鐘。它這個螺肉裡面是含它的內臟，所以它吃起來会有點带鮮苦的。你如果把它用掉，它的苦感就比较没有那麼重了。可是有些人就喜歡那個苦感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斟酌你喜歡哪一種類型的。烤得脆脆的。有看到有人把那魚舉起来了嗎？這看起來有點奇怪。它的湯裡面居然暗藏了小玄機，想不到吧？打開給你滿滿的驚喜。哇，他們的海帶超好吃的，因為它的海帶鮮味非常夠，可是不是死鹹的那種類型。哇，你以為放進湯煮隨便放嗎？沒有，它是真的有肉的。看得不错吧？耶！我也是很会游泳的哦，但是我一口气只能30秒。干嘛推后？干嘛推后？吃完新鮮的海鮮之後，接下來來到神明神社，這也是女性祈願的聖地，也是當地海女們的信仰中心哦。哇，這裡有很多跟海女相關的一些小店，而且他們的整個氛圍感啊，都跟海有相關。我覺得逛起來很有感覺，而且走在路上會一直聞到很香的那種海鮮的味道。走着走着就會覺得，好像有點餓，明明才剛吃完。因為我們也會一直看到這兩個符號，所以這邊有講說為什麼是有這個符號。接下来來到松板市，嘿啦，就是那個松板牛的松板市。松板牛不只可以做高級料理，還可以做成平價美味的小吃哦。這一間的話，它是松板牛的專賣店，然後現場也有賣可樂餅，所以如果大家來玩的話，沒辦法自己料理的時候呢，就可以來買可樂餅。來玩中本店的可樂餅，你看這個上面還有它的可愛的小圖案，超可愛的。外皮炸超級酥脆。哇，很嫩，愛肉人大喜。它的可樂餅也好吃，因為通常純的可樂餅啊，就馬鈴薯的味道比較單一一點，可它裡面加肉，你就有肉的香味。然後這個就是純肉派的，看你比較喜歡吃哪一種。他買超多，以後我應該也會這樣。我的興趣就是去購物買肉，就買一堆這個食物。在松板市吃飽之後，來名花之旅 CC。這裡每年秋冬的燈光季都會打上主題光之隧道、水上光景跟大型主題投影，非常適合拍照跟散步。這裡很像會有仙人過海耶。你有看到遠方有個什麼東西嗎？它正在飛，然後有人哦，還會旋轉呢。
拍完這次三重了，然後這是我第2次來三重，我只能跟大家強力的推薦。自己私心其實是比較推薦三重自駕的。這一次呢，整個玩下來，加上我上一次其實跑三重也跑了非常多地方，所以我想要綜合前5名我私心推薦第1次加第2次的推薦大家去的地方。首先第一個的話是伊勢神宮，因為伊勢神宮我覺得都來三重一定要去拜，而且非常多當地人也會來拜。那邊去參拜完之後，還可以在外圍就是走一遭，然後去吃吃喝喝。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整體規劃還蠻好的。再來的話就是鈴鹿賽車場，我真的拜託大家所有有小孩的人真的要去鈴鹿賽車場，因為它有稍微刺激的跟沒那麼刺激的。我自己玩起來我自己還蠻喜歡的，而且因為它是 F1 賽車的場地，所以如果剛好你有遇到賽季的話，你還可以現場看他們在訓練啊，或者在練習等等的，我覺得非常的讚。我有問了一下工作人員，他說去的話通常也不用排队排那麼久，所以如果像是迪士尼啊或是環球影城，大家帶小孩子去怕等太久的話，我覺得鈴鹿賽車場就很適合。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游樂園就是志摩西班牙村，自己私心也會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整體非常的用心，然後去的時候也是所有的設施都幾乎不用太排队，真的要排也是5分鐘10分鐘就可以玩到了，很刺激的也有，然後他們也有游行，在其他游樂園的有的一些設施它都有。再来的話就是鳥語水族館，這個我覺得取決於個人，看你自己私心喜不喜歡看動物。再來的話就是伊賀，我這一次住到的那一間呢，就是它是很有歷史代表的飯店。再來的話，請拜託大家一定要去體驗忍者。看完之後，因為我們同行有一個泰國的那個 YouTuber， 他就有跟我分享說，他之前來伊賀的時候有去體驗忍者水蜘蛛啊。我們這次雖然沒有去那個報名到這個課程，但是我覺得大家來可以試試看這個課程。最後是海女小屋，覺得它的整個氛圍感很夠，而且因為他們都是那個現撈上來，所以他們其實海鮮也不錯。雖然口味上稍微有點偏鹹，可是我覺得就是有趣跟好吃，我覺得還是大於那個有點偏鹹的部分。好，以上就是這次三重縣呢，我私心推薦的幾個景點。如果大家有要來三重的話呢，可以把這幾個行程，如果你有覺得比較有趣的，都可以規劃進去。然後也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。這一次呢，我也有特別準備了幾個伴手禮給大家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說，這一次的三重伊勢志摩第1次跟第2次，跟我最後的綜合評估下來，你看完之後最想要去哪個地方，然後就会有機會可以收到我們這次準備的伴手禮，而且這次準備了很多，所以大家趕快在下面留言，我的精心挑選。